大家晚上好啊！我们开始今天的直播，看一眼我们的直播信息。今天是老范读评啊，每周三晚上都是老范读评。好，发送。这里。好，沙发啊，这是7点半开始的，8点的板凳啊，看来今天没有这个一早跑来的啊，原来有，经常是4、5点钟就跑来的。好，稿子。然后呀，玩了个新把戏，然后就这个眼镜就不行了。现在是因为使用 Mac， 所以呢，它可以加一个这种叫做让这个脸上有光啊，它实际上就是在我的屏幕的周围打一圈这个白色的光出来，所以呢，这个原来这个眼镜就会显得更加的这个不清晰一些啊，所以一定要换眼镜。好，那么开始今天的老范读评。第一个 ，Uber Eat 的绝望指数啊，有人说，看来菜刀也有平庸之恶。首先要注意啊，所谓的平庸之恶呢，一定是人啊，没有人的话是没有平庸之恶的。如果你把平庸之恶啊放在菜刀、放在刀枪、放在这个电脑或者这些器械上呢，就是在逃避啊。所以，所有执行平庸之恶的呢，原来都是人，但是以后有了 AI 以后呢，因为 AI 的能力实在是太强了啊，所以也许 AI 会有一些主动性的平庸之恶，或者说在 AI 在执行各种操作之前呢，没有进行一定的对齐啊，或者是对于这个善恶的这种判断就直接做了啊，那么所以 AI 呢可能会有一部分的平庸之恶，但是这里头菜刀是不会有平庸之恶的。继续啊，说之前是大数据背锅，现在轮到 AI 了啊，是这样的。但是 AI 呢，比大数据还是能力要更强，而且 AI 呢是可以有能力设置这些防护栏的啊。你像大数据，因为它是一个很被动的东西，就是数据在哪儿啊，我们只管把它搜集起来就完了，然后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做什么样的统计分析啊，这个都是人干的活儿。而 AI 的话，你给它下很多命令，它是可以来拒绝你的啊。这个东西就像是这个刀跟枪一样啊，枪是可以有保险的啊，甚至现在有些枪上面还有这个指纹锁，对吧？你不是正确的人摸着这个枪你是不能用的啊。这个刀是没有这个能力的啊，所以在这个里头呢，刀其实更像是大数据，而枪呢更像是 AI 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装备圣光了啊！是的，这个其实也不叫圣光，就是它在屏幕这周围是有一圈这个亮光啊。这是 macOS 可能是26点几啊，这个里头的一个新的功能。等我看一下，我这个现在是26点，反正是最新版本吧。到底是多少版，我现在也搞不太清了。26.2啊，就应该是26.2这个版，好像26.1开始就有这个功能，我想不起来了。再往后啊，说这个税后收入失败这一条啊，它实际上不是个视频，而是一个帖子啊，因为是在外边停更了3天，回来以后发现收入归零了，所以有人就说刚讲完这个DoorDash和 Uber Eat 的算法，
这个难道 YouTube 的算法就跟上老范了吗？老范就直接被打了绝望指数了吗？这个是这样的啊，这个确实是马上现世报在身上了一把。后面还有人问说，是不是数据后台有问题啊？再怎么样也不会是零吧？啊，这个跟大家确认一下啊，这个确实是数据后台有问题，因为那天我也问了很多其他的朋友啊，他们的都是零啊，所以后来这个数还是出来了，大概那天还是挣了$30-40吧，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但是也确实是吓了我一跳，而且YouTube 的这个数据呢，就是你只要不更新就往下掉啊，就是你第一天不更新直接砍半，第二天再不更新再砍半，然后呢，大概维持了2-3天这样的一个水平。呀，这个专门整个变量跟踪绝望指数啊，那是外行啊，任何一个合格的调参师，都会把这个敏感的数据调整成隐藏变量，它确实存在，也影响决策，但是不会明显的示例出来。这个啊，我觉得你真不能这么讲，对吧？这个程序员，特别是在一些封闭环境下，不去跟很多人进行沟通和交流，或者说是就是一个小圈子吧，就是程序员加上运营加上产品经理这帮人在一个小圈子里头，他们是会放飞自我的。他们比如说咱们在一个这个很大的范围内会知道啊，这个绝望指数是不能说的。但是呢，当这些人封闭在一个小圈子里头啊，他真不好说去把这个东西整成什么样啊。因为我记得以前是哪个来着？蜻蜓 FM 还是哪个 FM？就是这样的一个产品啊，也是被爆出来，他们在里头作弊干嘛呢？就是上来以后开一个窗口啊，一个 APP 嘛，开一个窗口，但是这个窗口呢是隐藏的，要么就是在这个屏幕外边，然后那窗口干嘛呢？是在里边展示广告，对吧？等于就是刷这个广告主的广告，然后呢，他们会在里边去计算说，我应该刷多少次合适，不会被人抓住。然后他们给那个参数起的名字大概叫普罗米修斯。然后呢，还有反正基本上就都是这个希腊神话的一堆的人就在这里头去，这个就全都起名了啊，普罗米修斯还是谁，反正就那个盗天火者吧。哎，所以呢，这个你不能说是一个按照一个这种通用的这个标准来去思考这个问题啊，或者说我们每一个程序员，每一个这个运营啊，大家干活的时候都在想着说，哎呀，这个事儿会不会有社会影响？那个事儿会不会引起不适，对吧？不是这么回事啊，就是特别是一个封闭的圈子，大家沟通久了以后，就会出现各种奇奇怪怪的事情，对吧？而且很多的封闭的圈子一旦打开了以后的话，也会震惊世人的啊！这种事情还是发生过非常非常多次的。沙发啊，你这个距离沙发有点距离了啊。没经验数据训练的没经过数据训练的程序员啊，那就是调参界的外行啊。Uber Eats 如果要上市，就 Uber 肯定是上市 ，Uber Eats 是不是能够单独上市，咱就不知道了啊。这些小圈子的玩意儿，都有大白天下的风险，一点都不装啊。这个那是给自己挖坑，这个事儿不好说。因为像我们以前虽然是上市公司，但是呢。上市公司就是审计的这些人啊，不会真的跑到你的系统里头来去看看你的参数都是什么，那个也都是就是由财务由整个的这个就是合规团队去重新梳理了以后的数据才放上去，对吧？所以这些数据是不会直接出现在财报里的啊，不要以为说一旦上市了，所有东西都公开了啊，上市公司不是这么玩的。好，我们继续读评论。OpenAI 的智能硬件是 Open 啊，是支笔。但我看今天好像又有人在发文章说 OpenAI 还是在做这个叫做什么耳机啊，但是我估计它应该是一套的系统，就是呢有笔状的，有这个其他的一些配件啊，它可能这个笔里头是带耳机这种配件的。这个耳机这个笔，你说到底是一个语音设备还是一个能有视觉感知的一个设备呢？其实现在不知道啊，这个事情大家都在猜测
我的个人的感觉应该是一个以语音为主，但是带有视觉感知或者有摄像头的一个设备，对吧？所以我当时在录这个视频的时候，给大家看的是这个 Pocket 3啊，就是上面是有一个带云台的摄像头的。当然这个最后还是等它做出来吧。那么它呢，可能还有其他的很多配件啊，到底会变成什么样，这个还不好说。有人说了啊，说这个智能硬件的理想载体应该是民用无人机，小爱小爱，一个无人机飞过来说我在，这种事儿呢，其实真不好说啊。你说未来到底是有很多的这个AI 设备啊，或者智能设备呢，还是说干脆在人脑袋上开个洞，然后贴个脑机接口进去省事儿呢？现在不一定哪边更划算一些啊。因为从马斯克现在搞的这个事情来说，就是在脑袋上开个洞啊，然后植个脑机接口进去。实际上，你有脑机接口了以后，你就相当于有了所有的这些这个智能硬件了，对吧？因为所有的算力就已经跟在你身边了嘛。就是我们需要的就是感知、输出、处理，对吧？就是输入、输出、处理，就是这样的一套东西。你一旦是接了脑机接口的话，就已经开了另外一个新天地了。你说我们是不是还需要再在什么便携设备、什么随身设备，还是什么这个其他的一些设备上去思考这个问题？真不一定了啊。还有啊，说这个智能音响，不论是国内国外，有多大的可能性做到不唤醒就不监听呢？想听听老范的看法。这个事儿很玄学啊。怎么说呢？就是所有插电的，甚至是不插电的，就是手机这些智能设备呢，说是你不唤醒它就不监听，但其实我们很多人都遇到过，说你在这些智能设备之间啊，或者说这个附近吧，说了点什么事儿以后，然后很快收到了相应的推送。这个呢，前面咱们其实分析过啊，就是说有可能就是你说了这个事情以后呢，他给你推送了，然后你有一个更深的印象，然后你觉得被监听了。然后他给你推送的其他东西呢，因为跟你想象的不一样，所以你没有这个更高的这种印象啊，所以这个有可能是这种巧合，但是呢，也有可能他就真的监听了啊，所以这件事情我说稍微有一点点玄学。还有啊，这话说的好像人跟人之间交流就不要先叫名字再交流似的啊，这个我就特别喜欢这条。咱们人跟人之间交流呢，也是首先要喊一个名字啊。但是呢，人这个东西啊，就是咱比如说吧，咱不是说俩人交流啊，因为俩人交流之间是不喊名字的，因为我说的话就一定是对另外一个人说的，对吧？另外一个人说话一定是对我说的。假设有3、4个人坐在这儿交流的时候，我们其实很多呢也不是靠名字啊，因为至少是我吧，因为我经常记不住人名字，特别是一些新的朋友，所以我们经常比如说一堆人在那儿交流的时候，我是不叫名字的。对吧？而是靠眼神、靠这个动作，或者靠一些其他的表情来去让人感受到说我在对他说话，然后也不会让其他人感觉到误解，说我是不是在什么对另外一个人说话？因为这个怎么说呢？我毕竟不斜视嘛，因为有些人斜视会造成这种误解，对吧？所以人跟人之间沟通和交流的时候呢，有时候会叫名字，但并不总是叫名字啊。所以在这个里头，人跟人之间，所涉及的信息会更加的，多一些吧，就并不仅仅是语言和声音啊。好，继续啊。那个 Uber Eat 搞的玩意儿啊，我还以为是大国那个厂玩的呢。老范应当说，美国上市公司不是这么玩的。这个什么意思呢？怎么叫美国上市公司不是这么玩？Uber Eat 就 Uber 肯定是美国上市公司吧，对吧？这个美国上市公司也有可能搞这种事情啊，不要太把美国上市公司就当成这么回事了。你像我以前在猎豹移动，我们也是美国上市公司吧，也是纽交所上市公司，对吧？这个里头我们也干类似的这种事情啊，就是反正不是那么说出来让人舒服和愉快的这种事情，我们也做啊。至于起的名字呢，这就没法跟大家讲了啊。美股上市公司会审计内部交流邮件，这个事儿啊，
真不一定，因为我们原来也是美股上市公司啊。你千万不要觉得你可能在美股上市公司待过，你就这个见过所有这些事情，对吧？我们也是美股上市公司，然后在这个叫什么？你像盛大就是美股上市公司啊，猎豹也是美股上市公司，盛大是纳斯达克的，猎豹是纽交所的。这个法律是有要求，但是他根本看不过来所有的啊，他只是会看其中的一部分，对吧？当时猎豹上市的时候提出的要求是让那个安永给我们做一个监控软件啊，或者做一个监控 SDK， 必须让我们把这个东西装到那个 APP 里边去啊。后来我们试了一下，那个监控软件实在是烂得一塌糊涂，对吧？特别大，而且里头有好多 bug， 还做内存泄露。然后我们就说，那你一旦一定要让我装的话，我们就不上市了，行不行？后来安永的人就帮我们想办法，说这样吧，说你自己写个监控软件，然后我们自己写了一个，说来我帮你去过这个认证啊。后来我们自己写那个监控软件呢，在那个纽交所过了认证了啊，就在 SEC 过了认证了，然后我们的软件里头就使用自己的监控软件，然后拿数据就上财报了，对吧？其实好多东西呢，不像大家想的那么严格啊，有很多的方法可以把这事儿处理干净。就是你是真的要在这种公司里头处理过这种问题，你才可以去讲，不能想啊。你猜的话是觉得好像都挺公平的，都挺严格的，不是这么回事啊。Open，得到出了一个卡片啊，我觉得还不如做成笔呢。这个我真不知道啊，这个咱们就慢慢等吧。这个怎么说呢？耳朵后面的。那是另外一个产品啊，什么耳朵后面的？这说的是什么？我的耳朵吗？我的耳朵挺好的呀。不看好啊，看不出有什么替代手机终端的点在那里。这个，所以我当时讲的时候说，这个东西也不是替代手机的嘛，它是一个可能稍微有点被动或者稍微有点后台的一个产品，对吧？不是要替代手机，手机依然在。我觉得你要想替代手机，最好的方式还是手机啊，就是在这个豆包手机那期，其实我讲过，就是替代手机的东西可能依然是一个手机。老范是用他大国接触审计的经验，路径依赖美国审计。那好吧，这个确实是有可能的啊，因为国内的美股上市公司呢，肯定还是有更多的可以跟这个叫做四大去折腾的这个，或者说一个反而是费点劲吧，就是还是可以跟他们去讨价还价一些东西的吧。就是说有一些号称是国资啊，或者是这个国家机密啊什么的，是可以拒绝让他们出审计底稿的啊，或者说有些东西是可以拒绝进入审计底稿的。虽然猎豹移动应该没有这部分啊，就是猎豹移动里头好像基本上没什么国资，对吧？大头都是这个基金的钱啊，所以我们以前应该没干过类似这种事情啊。这个我们反正也是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对吧？安永，然后呢，这个而且我们还是接受双重审计，这个跟普通的公司还不一样。为什么是双重审计呢？因为我上头还有个母公司，就是猎豹移动上面的母公司叫做金山集团啊，金山集团是香港联交所上市的公司。然后呢，这个它是委托安永同时给我们做内审和外审，就是从集团内部啊对我们的审计也是安永在做，然后从 SEC 这个角度，我们每个季度去交的财报也是安永去在做，大概就是这么个状态。这个反正我不知道这个美国的这个公司啊，面对安永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但是我觉得我们也没有真的给安永施加特别大的这种压力哈，说你必须给我改什么东西，也没有这事儿。但是原来原来那个什么盛大确实是这块比较强啊，因为游戏公司的账会更乱一点，对吧？这个盛大原来干的活就是你不给我做这个无保留意见的这个审计报告，我就换一家啊，就经常通过这样的方式去压榨这些审计事务所啊，然后他们反正也就处理。而且我觉得啊，这个各个上市公司啊，就算是美国上市公司呢，在美国境内的这些美国上市公司呢，应该也差不太多，对吧？没有哪个公司真的是这个
就是完完全全的没有任何问题的啊，就是他还是会这个在审计的过程中会去跟这个审计公司去折腾去啊，这个都会有，不会说是完完全全没问题的。如果说这个真的是完完全没问题的话，那他妈的他赚钱就是真的是没天理了啊！不能说是人无邪财不富，马无夜讨不肥吧，但是我相信你只要是在一个公司里头，在一个这么大的市场里边去运作，总是有一些需要去解释或者需要去遮掩的东西。同乐者啊，同乐者我是没怎么看这个东西，不是替代，是第三啊，这个是不是看好再说？什么意思？哪段啊？你这个是上下是哪一段啊？这个说的我接不过来啊。但是卡尔加厨啊，你发的是简体中文，非常非常感谢。来了来了啊，欢迎！你们都点赞了没有？来了都看不过来，归看不过来啊。这个但是吹哨人举报就不一样了，这个要求你可以逃啊。这个但是有人盯着你就会很难受啊。这个事儿呢。别想这个啊！你像这个 Facebook 多少人举报他了，对吧？这个有人上去还都写在书里说啊，这个当时给这个是缅甸还是哪儿那个罗兴亚人啊，最后导致这个罗兴亚人屠杀这个事情，对吧？还有人跑去举报 Facebook 说设置一些参数，让这个 Instagram 可以造成青少年的这种叫做什么焦虑啊，容貌焦虑。Facebook 最后不也混过去了吗？那不也是上市公司吗？对吧？你们老觉得美国上市公司就都是小白花啊，这个觉得好奇怪，或者有人举报了他就死了似的。Facebook 改了吗？他也没改什么，对吧？人家那个扎克伯格也是跑到国会去开听证会，开完了以后，最后得出的结论，这哥们儿有可能是一个叫什么蜥蜴人，对吧？也就完事儿了。哎，不要想把这个事儿想得太简单啊。老范怎么看雷总转发的那条微博？你这话说的。雷总发的微博我就看嘛，或者说你怎么会认为我这样的人会去看微博呢？对吧？你要有什么想问的，你就直接问，说雷总某年某月某日发了一条什么微博，说了什么，然后老范你怎么看？我可以回答你。你给我这样问，你让我咋回答你啊？老范真的以为俺们没在那种公司里边处理过吗？这个所以我说我处理过一部分，但是呢，我并不认为这个事儿是全部。对吧？我觉得这个里头是有一部分是可以说明问题的，对吧？你也可能处理过一部分，对吧？我也没说你就是一个审计师吧，对吧？我说你是安永的审计师，或者是你是这个毕马威的审计师，你处理过所有的这个东西，天下没有你没见过的，你也不至于这么自大狂妄吧？俺工作上帮忙取证过啊，这种叫 public funding 啊，这个的商业实体的违规行为啊，他们也是被举报的。审计过程中的这个 CI 邮件露了马脚，审计这个东西啊，真的是是真心想抓啊，屁股很难擦干净的啊，这个是真的啊，这个就是如果有些被举报了以后是有可能会被抓出来的。但是呢，并不是所有都被抓到了。Facebook 不是被处罚了50亿了吗？违规就挨罚啊，但不一定是直接罚倒闭啊。哎，Facebook 这个事儿被罚了吗？回头我去查一查这个事儿。但是我印象里他是混过去了啊，好几次他都混过去了，他并不是每一次都被罚了。老贩子，站着看、坐着看、躺着看啊，这个关键就是有人提了问题，说你到底怎么看这个事儿？就我不知道他问的是什么，这就很神奇。再用完完全全没有来分析去国会听证会，那不就是麻烦搞大了吗？但是我记得他最后是混过关了吧？他肯定是麻烦搞得比较大，这个没毛病啊。19年的旧闻了，回头我去查一查，这个没毛病。如何看刘作虎在台湾通缉了？这个刘作虎是谁？不知道，没听说过这件事情。就是你们不要以为我啥都看啊，这个真的精力有限啊。
好，继续啊，这个马斯克让大家不要存养老钱了啊，这个实际上就是马斯克3小时访谈的一个解读吧。这条解读很奇怪啊，一堆人上来骂马斯克，这个我觉得真的很神奇啊。这个你比如说像我的观众，你说你去骂华为啊，我觉得可以理解；你去骂雷军，我都觉得可以理解，没有任何问题，对吧？我真没想到我的观众里有这么多人啊要去骂马斯克。说马斯克你就是马克思，你就是这个什么，你就痴人说梦啊，特别多啊！这个事儿，是我觉得比较奇葩的一个事情，对吧？这个，叫什么呢？怎么说呢？这种事情啊，这个就是马斯克后来我也讲了，我说他讲的东西呢未必会实现，对吧？有些东西我也同意，有些东西我可能不同意，啊，那你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但是马斯克以前讲了很多东西，虽然没有在他说的时间实现，但是过了很长时间还是实现了其中一部分。那么他讲的东西，我们应该认真看一看。但是呢，我估计大部分人可能看了个开头或者看了个标题就开骂了啊，这个我觉得在任何的媒体里都是一样的。啊，第一个说了，这一切欧美澳日新韩或许能够实现啊，在一个崇尚做人上人啊，享受权力所带来的乐趣，把别人踩在脚下践踏的快感是，践踏为快感是的社会啊，这个是不允许这些发生的。我觉得马斯克讲的这些东西呢，在美澳日新韩也未必能够实现啊，这个东西，至于在这个要做人上人的这样的社会里头呢，实现起来一定会更困难一些啊，这个事儿我是同意的。但是我依然不相信这种事情在欧美澳日新韩这些国家就能实现。还有人说啊，说感觉马老师是来给东大指明方向和打强心针的。这个事儿呢也没办法，因为国内呢确实是一种工程师治国的一个，一直是这样的做下来的啊。这个可能最早的不是啊，这个第一个应该是学文科的啊，那北大图书馆的这个在那里去混出来的嘛，那是文科生。再往后呢，其实大量的都是工程师，对吧？这种工程师治国，对吧？这个工业斯巴达这套东西确实是跟咱们这种制造业强国的理念相互的吻合，对吧？所以他提出的很多要求呢，确确实实在这边好像是被实现了一样啊。还有人说啊，这个天朝已经遥遥领先了，老马也是在拍马屁，千穿万穿，马屁不穿。那你怎么办呢？你看马斯克每一次对于天朝发表的意见都是很小心的呀，对吧？咱们也算是他一个巨大的工厂，对吧？然后也是它巨大的市场，应该中国是，特斯拉可能最大的市场了吧？我不知道美国大还是中国大，因为 iPhone 是美国第一，中国第二，特斯拉有可能真的是中国第一啊。这个，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还是作为商人啊，说话稍微的小心一些，也没有什么大错吧。还有人说啊，说最近江苏一个医生剪脐带的时候，把新生儿的手指剪断了，希望机器人少犯这种错误。这个事儿呢，跟大家讲一个吧，就是今天看了一个短视频啊，这个人叫谭强还是叫谭什么我忘了，啊，也是个网红啊，而且是上海一个应该现在是上海第10医院的胸外科主任，对吧？他呢是专门做肺癌的。他跟另外一些医生呢，也是看了马斯克的这个访谈啊，因为马斯克讲了说3年以内机器人做手术的水平会超过最好的外科医生。他说我们是不信的啊。旁边一个做心脏科的，就是做心脏胸外科的这个医生呢，就说了，说如果3年之内马斯克真实现了啊，我这儿有一个巨大的塑料心脏模型，我把它吃了。然后这谭强说：“我也不信这东西啊！如果是真的实现了啊，那哥们儿吃心，我吃肺啊，就是有这个整个肺的这个塑料模型啊，我也把它吃了。说这事儿是不太可能的。然后他的理论依据是什么呢？他说啊，这个现在马斯克拿去或者说这些机器人拿去做训练的这些医疗的数据呢，是不完整的啊。他们其实主要是2种数据在做训练。第一种呢是这个。
就是视频啊，大量的手术视频。因为呢，这个很早之前手术室就开始普遍的去装摄像头了，对吧？而且是一种很高清的这种摄像头啊，所以机器人是有这些数据做训练的。然后另外一些呢是用的那个达芬奇机器人，就是那种手术机器人，就是当这个人操作这种手术机器人去做这种微创手术的时候呢，也是会搜集大量的数据的。然后这些数据呢也去训练了。但是呢，他说这个里头是有问题的啊。第一个呢，就是达芬奇机器人那个数据是不完整的，因为并不是所有手术都是微创，对吧？达芬奇主要是做微创的嘛。然后呢，这个他说摄像头呢里头有一个数据是收集不到的，就是触觉。而外科手术最核心的东西是触觉，对吧？他说你伸手进去摸啊，然后呢你是完全看不见的。当你摸到一个血管或者摸到一个淋巴的时候，对吧？这个时候呢，这个你到底是怎么去操作，怎么下刀呢？是普通的这个叫什么呢？普通的这个医生啊，是可能就会出血啊，而这种有经验的医生呢，就可以躲避这个触感上的一些这种东西，而且这个东西很难通过语言和文字去描述这个玩意儿，对吧？所以他说这个3年之内是肯定实现不了的。但是呢，这位医生他说马斯克其他讲的东西他还信啊，比如说 AI 会改变很多东西。这哥们儿呢现在在建立这个肺癌相关的新的这种专科大模型啊。他说我们现在也在训练大模型啊，然后相信呢在这点上中国有机会遥遥领先。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病例数据库实在是太丰富了啊。这个而且在中国其实隐私保护这个东西没那么严格，所以他们会拿大量的这些病案数据去训练模型，而且呢，中国的可穿戴设备啊，就是华强北这些东西又很强，所以呢，他们可以要求这个叫做什么呢？这个病人去佩戴一些定制的这种可穿戴设备，搜集大量的数据去训练模型啊。所以在这一块上呢，我觉得就是对于医生啊是不是会被 AI 替代的一个比较好的解读吧。这个我觉得还是就是人家是大夫嘛，正儿八经的这个。他是苏黎世哪个医学院毕业的啊？是这个是上海的一个专门治肺癌的一个主任。继续啊，说这个资源是有限的啊，生产力和需求膨胀必然会带来资源争夺战。这个资源有限这件事儿呢，怎么说呢？这个东西其实《三体》里边讲的啊，《三体》里边讲的黑暗森林法则的第一条就是资源永远有限。对吧？然后才是沟通无限困难，最后呢是无法证明对方是好人啊，也无法证明这个就是猜疑链无限延长嘛，所以看到人就要给一枪啊，所以这个资源是有限的这件事呢，是《三体》里边的一个就是整个的叫做什么呢？就是世界观的一个底层逻辑。但是从我个人的看法来说呢，我并不认为资源是有限的，而我认为人类消耗资源的能力是有限的。对吧？我们就能吃这么多粮食，就能穿这么多衣服，对吧？剩下的我们都需要消耗一些文化的东西，消耗这些精神上的东西啊。而物质上的东西，我们消耗的东西依然是有限的啊。这个是我跟这位朋友看法的一些小差异吧。还有人说了，说这个坏逼马斯克啊，还是逼着股东给他涨工资。大家注意啊，马斯克要的呢也算是工资吧，但其实他要的是控制权。对吧？马斯克挣了这么多钱，他可能有了钱，自己生活。其实马斯克的生活，你说算多奢华吗？也没有多奢华，对吧？他也没什么房，对吧？虽然有好多孩子，然后呢，他可能也有很多的这个钱去抚养这些孩子，但是对于他这种财富来说呢，基本上也可以忽略不计了吧。所以马斯克其实要的是股权啊，要的是控制权，而不是工资。还有人说啊，世界上哪有什么美丑啊？异形美不美？蟑螂美不美？没有生理动机为基础，怎么可能有美丑的概念？现代人士的美丑和生理动机的现代人士的美丑是生理动机的次代产品啊，也就是以这个提升社会地位为基础，理工肥柴是最容易着相的啊，竟拿美丑当真理，这就是人30-40岁以后再暴富就弥补不了青春期中学时没有正常性交经历而导致的心理畸形吗？
这个美丑呢，我觉得还是有标准的啊。特别像很多，比如说数学家认为数学公式只要是正确的数学公式，它就是一种美，对吧？他说有的时候说这个东西为什么错了，说我也不知道，只是看起来不够美。所以我觉得美丑这个事情呢，还是有一定的底层逻辑啊，而且是我们可能很难用语言和这种文字去描述的，对吧？至于说异形美不美呢，这个事儿没法说，因为异形这个东西呢，它不是一个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东西，对吧？它是一个人类进行一种想象或者说隐喻，重新去具象化的一个造型啊，所以这个东西你没法去判断异形美不美。而蟑螂这种东西呢，我觉得你可能对于蟑螂来说它是美的啊，而对于人来说呢，我们之所以会觉得蟑螂不让我们觉得不舒服，是因为蟑螂会让我们生病啊，或者蟑螂会吃我们的东西，对吧？其实对于人来说，你说美不美这件事儿呢，最简单的，我记得我以前看过一个什么呢，就是说，男女之间吧，比如什么叫美女啊？这个当时讲的是可以让本民族的民族性更好的得到遗传的这些人就叫美女，啊，或者说把本民族的这个民族性更好的体现出来的叫美女啊。有些地方人喜欢白，有些地方人喜欢黑，有些地方人喜欢高啊，有些地方人喜欢矮。那么你符合这种生存特征的啊，就是美。所以我觉得美丑这个东西还是有标准的啊。好啊，这个就是马斯克这一条了啊。我看看这边还有什么啊？这个一加的 CEO 啊，刘作虎，好吧，刘作虎是 OPPO 的啊。这个原来分离出来做一加手机啊，最早是蓝光 DVD 这个事儿我好像听说了，他好像是据说挖了台湾70多个人回去干活去了啊。这个，但是我还真不知道他被通缉了啊，大概是这么个事儿，但是具体的实在是不太了解啊，所以没法评价这个。赶上了啊，欢迎，都去点赞啊！刘作图怎么个事儿啊？这个他应该是在台湾的公司里挖人了啊，可能是干了这样的一个事儿。我就完全认同马斯克的观点，未来要钱没用了，所以我现在开始用钱做空特斯拉，如果马斯克说的实现了啊，那我钱亏了也无所谓，万一失败了啊，这个 AI 泡沫破裂，那我就也能大赚一笔啊，反正怎么都是我赢啊。这个 AI 泡沫破裂，马斯克的特斯拉未必会崩啊，这个你去做空个英伟达试试。2024年啊，特斯拉美国卖了578644辆啊，大国卖了46万380辆啊，好吧，那么在中国看来还是卖的少一些啊，但是中国应该生产的更多啊，只是中国可能生产了很多特斯拉都被拉到其他地方卖掉了。除了降本增效，马斯克说的别的听听就好啊，别太当回事儿。我觉得呢，听一听，大家思考一下，这个就够了啊。你也不要说这个事儿我就全信。其实手术室里的护士、麻醉师都能被机器人替代啊，就已经是一个不小的进步了，大大降低手术后并发症的感染。这个麻醉师是不行的，麻醉师其实是护士，我不太理解啊。就是护士在里边到底就是他的整个工作过程，其实我不太懂。但是麻醉师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职位，因为我当时去做这个颈椎手术的时候，就是麻醉师不让上台啊。这个因为怎么说呢，就是人醒不过来了，是麻醉师要担责任的啊。当时我是什么状态呢？钾低啊，就是抽血了以后那个验血嘛，那个身体里含钾的那个数不够。然后呢，在这种情况下，麻醉师不签字啊，麻醉师不签字，我就不能上手术台。最后就没办法，这个我当时后来是买了一个什么药粉啊，那个药粉就是用橘子皮做的啊，就是吃的也跟那个什么似的，就是有点像这个什么呢？就是大家以前喝过那个叫果珍吧，就是橘子味的那种冲泡的饮料，就有点像那个干的那种果珍似的，吃进去。啊，那个吃了，我是早上起来吃了1包还是2包那个东西，
然后还稍微喝了点水，然后才去验的血，最后让我上的手术台。就按道理说，我早上起来是不能喝水、不能吃东西的，对吧？但是那个钾就是低啊，我觉得头一天怎么测钾都是低，就这些东西都是由这个麻醉师来去确定的。麻醉师在整个的手术过程中的位置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什么时候应该加药了，什么时候应该怎么弄了啊？就是人最后回得来回不来，其实是麻醉师说了算的。治病除了做手术，另一个就是什么意思？另一个啥？护士不容易被替代啊，机器人还在突破中啊，麻醉师比较容易被替代。不被替代主要是法律、道德、价格那些其他的障碍啊，这个就不知道了。反正目前为止，麻醉师的这个责任是非常非常重的。晚上好啊，聊过马斯克刚刚在 X 上说2月14号以后 ，FSD 只能月度订阅了嘛？啊，这个还没有。这个我看到这条了，但是我没太搞懂，因为以前是可以买断的嘛。因为我当时也是准备去买特斯拉，就准备去买断这个东西，那不知道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啊？因为对这个事儿不是特别的了解。治病除了做手术，另外一个就是吃药啊，而制药业90%以上的岗位可以被 AI 和机器人取代啊。这个，其实吃药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治疗方式啊，不是说光是这个做手术和吃药啊。但吃药里头呢，肯定 AI 是会极大的赋能啊！你不要老想着替代人家，就是极大赋能，就是以后可能每一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靶向药，对吧？而不是说这个所有人啊通过这个双方测试以后就吃这个叫做同一种药啊，这个可能才是未来真正要去做的事情。就刚才我讲的那个主任啊，他做的这套。大模型训练啊，也是要想干这个事儿，就是给每一个人去单独的去做不一样的这个靶向治疗啊，而且呢是可以实时的监控每一个人的这个完整的这个生理状态，然后再去进行这个用药啊，这个是他们现在想做的事情。到那个时候，并不是说真的被替代了，而是说它可以把更多的人治好。又打拳健身回来给评价一下啊！我分别用 ChatGPT、Gemini 和 Grok 提示词运用第一性原理分拆3年内，人形机器人取代外科医生做手术的说法是否成立？3个 AI 给出了不成立的结论啊！可见 Grok 不具备拍马屁这个功能啊！这个我觉得很多这种事情呢，一方面呢可能还是要看机器人发展到什么样啊，另外一方面。还是得看外科大夫啊，我觉得人家那个外科大夫讲的还是比较正确的，就是你现在输入的数据是不对的，因为那哥们儿自己是胸外科的主任医师，对吧？而真的是主任啊，人家专门做肺癌的，对吧？而且自己还在训练大模型，所以他讲的那个还是比较靠谱。但是我也并不认为说这个事儿就实现不了，而只能可能是3年内实现不了。马斯克说的很多东西呢，都是这个。就是在他说的时间内没实现啊，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他最后还是把它做出来了。麻醉师才是外科手术的灵魂啊，主刀大夫只能算猛将，这个也有这种说法啊，也有这种说法。雀巢果真啊，现在还有卖的啊，多了几种口味，这个就不知道了。反正橘子皮是一种含钾非常高的食物。特斯拉1个月之后。要改成只能月订阅啊，那天是情人节，已经买断的不变哦，好吧，这个为什么会做成这样呢？我还没看啊，这个很神奇。其实像我原来就问过特斯拉的这个销售，我说我要买断行不行？他说可以。后来我说那如果我买断了特斯拉的这个 FSD，我以后想再换一辆特斯拉，能不能迁移啊？他说也可以，对吧？因为这个你肯定还是有需求的嘛。对吧？这个至于说，是不是以后都改成订阅呢？回头我去研究一下吧，看看它为什么啊？这个也挺好玩的。与其说让 AI 取代医生，不如先让 AI 取代医护人员啊。
从繁重的文书工作中解放出来。这块我估计现在已经在做了啊，这块像现在这些医生也都承认啊，就刚才我讲的医生也承认，他说他还是在用大量的 AI 的啊。为什么他会训练？然后呢，那个主任他也讲，他说现在呢，第一个被取代的东西叫指南啊，就是医疗里头有一个东西叫指南，就是什么什么病大概会怎么做，然后这个原来是遇到什么病例，然后怎么去处理的，这个东西叫指南。说这个东西现在已经基本上没用了，对吧？大家就通通都问 AI 了，只是呢，他们的 AI 内部就是后边是有一个自己的这种可能是本地知识库啊，所以它不是咱们这种通用的 AI， 对吧？它会通过这个本地知识库去进行问答。怎么大家对马斯克的意见那么大呢？我就觉得他喜欢吹牛外没什么大问题。有一说一，特斯拉和 SpaceX 是不是让人类更进一步？只是特斯拉股票买得早的人，基本认为马斯克的成功就是大家的成功，是没有错的。这个我也很奇怪，就是当我看到这个里头有这么多上来骂马斯克的人，我也觉得非常非常神奇啊！这个是我没想到的。同学是主刀啊，上次聊天他还抱怨着跟一个不熟的麻醉师一起做手术，做的心惊肉跳。这个反正麻醉师是很就是权力非常大的啊，这个我自己有亲身体会。这几天特斯拉的 FSD 会出新一版啊，这个估计相当震撼。现在是14是吧？那可能后面就真的是，哎，特斯拉现在在美国拿到 L3的牌照了没有？这个我现在我没看啊。FSD 还这个迁移要2辆车都是同一个账户下，非官方以旧换新的是挺麻烦的啊。这个反正国内说可以啊，就是哪怕是这个你买了一个有 FSD 的车啊，或者说我买了一个特斯拉，然后以后想卖给别人，对吧？这个东西还都是可以去迁移的。但是我不知道啊，反正每个国家或者每一个时间点，它这个政策会有差异。因为我当时是很认真的想去买特斯拉的。特斯拉改成端到端 AI 训练后，性能改进很快，驾驶员学都来不及啊！这个是，我觉得怎么说呢？这个国内只能是等大家把这个叫谁的呢？把这个英伟达这套东西学会了以后啊，然后重新训练，然后再号称自主研发、自主知识产权。因为像我的车上是装了2块索尔的，对吧？就是英伟达的索尔芯片在里头，就算力足够，对吧？你只要是把英伟达的这个AI 算法拿回来，好好的去套一套，对吧？然后去这个自己再在车上再稍微适配一下，我觉得都是可以的。就是英伟达其实好多东西都是这么干的，你像它出的显卡也是公版，对吧？拿公版弄出来以后，大家就自己再去这个外边修改，然后改一个驱动，然后就号称是我这是华硕的，我那个是什么这个其他什么品牌的，对吧？这个英伟达的5090什么就都出来了，所以这个事情没有，就是可能国内最后的这个人工智能就是自动驾驶就应该是走这条路走通的。马斯克被人讨厌，主要是因为他政治投机行为，有些事情他做的有些过了，好吧？人家现在又回归川普团队了嘛？我觉得也不叫投机吧，他可能真的认为这件事是对的。好，继续啊。商务部对 Manos 收购案进行审核这一条，啊，有人说了啊，说这个 Manos 是新加坡公司，关你鸟事啊。这个怎么说呢？前面我们就仔细讲了这件事情啊，说 Manos 这公司呢，虽然是一个新加坡公司，但是这个怎么说呢？咱们这里从来不讲究法不及过往，对吧？我们随时可以立一个规矩，然后把你管那儿啊。所以这件事呢，道理就是这么个道理啊，你也没什么办法。还有人说老范就是拐着弯的黑扎克伯格是个大冤大头，这个也没有了。扎克伯格这种风格呢，可能不是所有人都喜欢吧，对吧？因为像我这种人肯定不会喜欢扎克伯格这种风格，
啊，我肯定喜欢那种像谷歌这样的，从头啊，从这个天使轮，从这个种子轮，一轮一轮都投完了以后，合适的它也收，对吧？这个是我比较喜欢的风格。扎克伯格这种就是从来不投早期，然后总是这个上去把这个成熟的产品收割回来，然后砸大钱直接买东西的这个，一定不是我喜欢的啊。这个没什么好说的，但我也不至于黑他是个冤大头啊。还有说老范从马后炮的角度看，对于 Manos 创始人啊，是不是当时3000万美元直接卖给字节是最稳妥省心的一种办法？虽然标的少了2个零啊，但是快刀斩乱麻3000万美金啊，普通人也够霍霍一辈子了。这件事儿啊，没有马后炮，对吧？这个你做任何马后炮都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我们以前去跟项目沟通的时候，有些项目就是说我认为能卖掉啊，就是我认为我更值钱啊，有些人就是说我愿意卖，但是呢，这是一个相互之间的心理试探，有点像叫牌那过程。对吧？这个有的是人说，哎，你这个3000万愿意买啊？我愿意卖，我愿意卖，可能另外一边都不愿意买了，对吧？你这里头是不是有问题啊？有猫腻吧？所以这个真不好说啊！千万不要觉得有人出3000万我就把它卖了啊！这个在创投圈子里头，这些数字呢，你没到最后签字给钱之前，都当不得数啊！就哪怕你签了合同了，你只要钱没到账啊，你都不能当回数啊！所以这个事情呢。没法做这个马后炮啊！还有人说啊，谁叫他们这么高调啊？一堆人谈官相庆，低调点就不会这么搞你了啊！带了这个头，以后技术突破项目学他们搞出境啊，这和中国赚美国在中国赚钱美国花，我们是人民艺术家啊！这个洋装虽然穿在身啊，我心仍是中国心啊，有什么区别？这个事儿呢？这样说吧，就是他呢，肯定是因为太高调了才被摁啊，这个事儿没什么好说的，或者至少表面上是这样吧。当然，另外一方面呢，其实我很喜欢这种，就是可以快意恩仇，就是我挣了钱我就愿意出来说这样的一个氛围，对吧？在我们这个就是很多人原来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家里小孩考上这个好学校了，比如考上哈佛了呀，考上这个麻省理工了呀，他们会出来庆祝。这前几年是这样的。这几年都没人敢庆祝了，为什么呢？你任何人敢说，哎，我们家孩子考上哈佛了，一堆人往哈佛寄举报信，对吧？这个现在所有人成功了都得藏着，都得窝着，这个其实是一个挺可悲的一个现象，大家不觉得吗？但是呢，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环境啊，没办法。还有人说啊，我说我看过这个 Manos 产出的结果，说真的没有感觉惊艳。最初听到梅塔花了这么多钱买这家公司的时候，觉得很惊讶啊。现在听说被我党截胡了，感觉更好笑。像 Manos 这种东西呢，就是怎么说呢？你说它出的是个原型呢，它也不至于，它要比原型稍微好一点点，对吧？它呢最核心的是做长尾需求。对吧？你说，哎，这个事情是一个，核心需求啊，大家都要去做的，那 Manos 出的产品一定是不行的，对吧？你说我这儿有专业团队，上个几十人、上百人，然后我做出一个产品来，你跟 Manos 结果去比，那 Manos 肯定是比不过的，没什么好说的。但是呢，有很多长尾需求呢，没有人啊，没有团队愿意上去做去，它呢也可以给你一个还可以用的结果啊，这就是 Manos 的这个价值所在啊。至于说截胡了这个事儿呢？哎，看吧，看最后会怎么样吧。还有人说就正常海外注册公司当地创业，正正当当经营啊，这个发展当地业务，哪来那么多歪门邪道的事儿啊？这个事儿呢，说的轻松啊，但是你就这么想吧，现在给你一笔钱啊，给你一笔投资，然后你跑到新加坡去，开了个公司，准备在当地招人，然后开始做项目。做研发，做完研发在新加坡挣钱，这事儿为什么不行呢？因为你在新加坡雇的程序员在当地活不下去，就这么简单，对吧？你在新加坡接的活，你就没有办法来养活你的公司，就是这么简单的，对吧？中国怎么成为世界工厂呢？因为我们造东西便宜，造东西快，工人多，设备全，然后供应链全。对吧 ？AI 也是这样的，中国有的是工程师，有的是数据，有的是这个特别便宜的、愿意加班的、没有工会的这些工程师。
你没有中国这些人做，你就老老实实在当地去经营去注册，你就真搞不定这件事情啊！千万别觉得这个他们为什么不老老实实做这件事儿，没有人老老实实的啊。还有啊，这个建议深入分析一下 Manos 如果不走卖给美国人这条路，在国内发展，后续会是什么样的情况？中国公司团队优先考虑卖给美国人是什么动机？是因为他们不爱国吗？这事儿我觉得跟爱不爱国没什么关系啊。然后如果他们就老是在国内发展呢，一定就没有任何机会，肯定会被卷死，连下一轮融资都拿不到。因为国内呢现在还在卷新模型啊，这个就是比如说千问啊、DeepSeek 啊，还有像豆包啊，还在卷这些东西。至于说 AI Agent 这条路呢，本身国内其实并不太认为这个事情值钱，对吧？你甭管是阿里也好，还是豆包也好，都出了 Manos 的这个同款替代的产品，对吧？虽然做的可能没有 Manos 好，但是呢也都出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说这种产品你在国内你想把它卖出去就非常非常难，对吧？它是靠一些劳动密集型的方式，或者说一些也不能叫投机取巧吧，也算是一些巧劲儿吧，把这个东西做出来了啊。那这种东西呢，可能对于东南亚啊，或者是对于欧洲算是一个有价值的东西。对于美国来说呢，我觉得也可以节省他们一些时间吧。但是对于中国来说，真没什么人看得上它。对吧？而且你在中国想去收这个钱，也很难，因为中国所有 to B 的生意，基本上收不到钱啊，就是它的要求又多又碎啊，你满足的成本非常非常高，而且最后付钱付的非常不痛快，所以他们在国内压根就没有任何出路。周末闲聊反内卷啊，有些人说了，说反内卷就是装个样子，反正反内卷。你要让利吧，把不创造财富的公务员啊，包括退休的工资都降下来，这个企业不用交那么多税，这个老百姓手里钱也更多啊，这个你想多了啊，反内卷跟这事儿一点关系没有。怎么说呢？咱们现在整个这一块的窟窿很大，对吧？一定还是要先保公务员啊，然后呢再保国有企业和央企，老百姓呢还可以再忍一忍啊，这个事儿跟反内卷是没什么关系的。好啊，我来看看这边还有什么啊？这个特斯拉改成端道啊，这个看过了啊。他认为是对的，不代表实际方案上不能投机。这个世界是充满双重意图的，好吧？谷歌也有这个，也有什么部门也有关门部还是什么什么门部？这个字不认识啊。虽然不像 Facebook 买的那么勤啊。但是什么门部业绩强也一点都不空啊！这是什么部啊？你这个字儿我不认识啊，并购部吗？谷歌也并购，但是谷歌是在前面小的，他们也投啊。小扎才是真正的政治投机者啊！前天说中文作秀，今天说字节威胁美国安全，这个，哎，我觉得我们也没必要去给人唠这种 title 啊，这个我们自己看不惯呢，也就看不惯啊，就是直接给人打标签，其实没什么意义。新一版特斯拉可能会具有特斯拉自动出租车的功能啊，这个无论是否有 L3，这已经很好了。这个毕竟美国比较路径依赖长途驾驶，这真的是啊，美国人特别喜欢开长途车，像这个像国内可能同样的距离就飞机或者高铁了，这个美国人就喜欢开车去，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这就基本这个封堵了休斯敦到达拉斯建高铁的可能。这两个地方有多远啊？休斯敦到达拉斯，应该都在德州是吧？反正加州不是那个高铁项目最后被叫停了吗？德州也在建吗？
这个真不了解了啊。填地方债的窟窿印了那么多钱啊，然后现在要割民营企业，这个给公务员发工资，这真不知道。这个反正就是一笔烂账吧。关羽、张飞、刘备，好吧。关门部，这是什么意思？刚老范的未来每个人啊都有自己靶向药的观点，估计中医粉大喜，千人千方又遥遥领先了。这跟中医屁关系没有啊，咱们讲的都是现代医学啊，跟这个传统医学是没关系的。Cloud 刚出的 Cowork 啊，这个有没有试玩一下？没有，因为老范一直就没有订阅过 Cloud 啊，怕封号，但 Cowork 呢确实是很香啊，这个东西我看了。很多的介绍和这个演示啊，确确实实是很像。老范会不会做一期北京市老龄化主题的节目啊？看到这个数据很震惊，这个我还没看，现在北京有多少老龄人了？2024本市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全市60岁以上常住人口是514万，然后占23.5%，还可以嘛。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5个百分点，这个我觉得很正常，这没什么问题啊。在一个讲究孝道的国家，对吧？这个中央政权所在地一定是岁数最大的地方。美国人爱开长途车啊，一个原因是铁路又慢又贵，飞机带东西有限啊，不着急的话，开车是享受。美国是马路旅游啊，这个 road trip 的这个传统，这个怎么说呢？我觉得，美国可能喜欢这种长途开车，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很多地方它没有过路费啊。这个如果这个高速都封起来找你收钱的话，这帮美国人应该也不至于开着车到处乱跑。休斯敦到达拉斯400公里，400公里有什么必要修高铁吗？我觉得中国最划算的高铁就是京沪高铁，对吧？这个班味最浓的高铁，在车上一帮人在那举着电脑做 PPT 做 Excel， 那才叫爽呢。好，继续啊，这个 Tailwind 和 Stack Overflow 的临终哀鸣啊，有人说了，说也有个问题啊 ，ChatGPT 和 Gemini 这么多的这个编程知识都是 Stack Overflow 来的，但是如果 Stack Overflow 没了 AI 就没法成长了吗？啊，你想多了啊。他们的早期训练数据呢，来自于 Stack Overflow、GitHub， 来自于这些地方啊。后面的话，你想这么多人每天在拿着这个Cloud Code， 在拿着这个这些这个产品去写程序，对吧？我们还在不断的去纠正，他说你这儿写错了，那儿写错了，所以这个数据他们现在可以直接去搜集了啊，不是说 Stack Overflow 没了就玩不转了，而且 Stack Overflow 现在也还在跟这些人收这个叫做数据授权费啊，大家还会继续去玩耍下去，对吧？不能说离了张屠户就要吃带毛猪嘛，不会有这样的问题的。啊，我最近玩这个什么玩的很开心啊，叫 Open Code 啊，那个玩挺好玩的，这个我感觉比 Codex 好玩啊，因为我呢就是Anthropic 怕封号嘛，因为 Anthropic 封号封特别厉害，所以我一直没有买这个 Anthropic 的订阅，对吧？所以呢，现在就是用这个Cloud Code 啊，而且呢，我现在 Cloud Code 里边也是挂的这个就是不是用 Cloud Code，用 Open Code 啊 ，Open Code 里边也是挂的这个Cloud 4.5 Opus 啊，因为我是买的那个GitHub Copilot 的一年$100的那个账号啊，里头是有这个每个月吧，应该是有100个长对话的这个额度啊，但是呢，这个长对话是指Cloud 4.5 Sonnet 的啊 ，Cloud 4.5的 Opus 大概是1/3的额度，就是我每个月有33次这个Cloud 4.5 Opus 的这个对话额度，我是要把它是用完的。继续啊，离线开发不是老顽固，是高安全许可的法律要求啊，这个没问题，法律可以要求这件事儿。但是呢，
最终这些人还是会被这些愿意开着门在互联网上编程的公司给淘汰掉啊。比如说这个最近好像是赫克塞斯刚从洛克希德马丁跑去 SpaceX， 对吧？你以为 SpaceX 他们编程也是关起门来编吗？对吧？还是用 Cloud Code 去编程呢？啊，然后这个洛克希德马丁呢，可能就会像你说的似的啊，有这个很高安全的这种许可，对吧？那么最后呢，洛克希德马丁可能做的各种的项目就会又慢又贵啊，可能质量还要更差一些啊。那么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最后就竞争嘛，对吧？啊，还有人说会不会有人劫车呢？因为我讲了啊，说这个以后编程可能会像咱们自动驾驶一样啊，L2、L3、L4、L5，对吧？现在的 AI 编程呢，Web Coding 可能还是在 L2的阶段啊，就是我们还是要去面对方向盘呢，还是要去面对这个代码的啊。但是呢，2026年可能就会跨入到 L3的状态，就是大家基本上不用看代码了。其实我最近做的几个小的测试吧，基本上已经不看代码了啊。这个已经基本上接近了这个，就跟中国的这个汽车一样 ，L2.99999的这个状态了啊。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有没有人会劫持这个车呢？一定会啊。会有人用垃圾代码，或者是有害代码，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这种方式去侵害这个项目啊，这个事儿是一定会有的。所以呢，还是会需要一些，就是 Web Coding 以后还是需要对代码进行安全审核和安全防护的啊。这个事儿是我个人的一种认知吧。还有人说啊，一边听老范讲 Web Coding 啊，一边 Web Coding，担心被 AI 取代吗？不，说我能做的是，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资深程序员，这个普通人做着玩可以，但当真的做一个项目就不好使了啊。好的程序员仍旧是需要的，但新人会很难找到机会，需要的人数肯定会少很多啊。这个我觉得是这样，就好程序员永远是稀缺资源，这个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新人呢，也会有很多机会啊，不会说就找不到工作，而是呢，新人需要找到新的需求啊，不要在老的公司里边去找工作啊。这个是我跟你不太一样的认知吧。还有人说啊，AI 人类在 AI 面前唯一的价值就是提出需求啊，这个是我非常赞同的一种说法。当我们把现有的物质需求都满足了以后啊，那么人类最重要这个在 AI 面前能够贡献的东西就是需求，就是目标，就是欲望啊，这个才是人类在 AI 面前真正有用的东西。好啊，继续。中国政府禁止英伟达 H200进口已经发文了，发了吗？我今天还没看到这个文啊，回头我去研究一下。讲讲育儿吧，这个看你把儿子培养的这么成功，下期分享一下。哎呀，这个真的没什么好讲的，很惭愧啊。这个我们儿子基本上是我太太在管，我其实管的很少。这个我回头看看，我还没看着呢。来晚了啊，不晚不晚。开长途还有一个原因是端到端的时间和方便，例如休斯敦到达拉斯，如果坐飞机，那么两头还得开车啊。如果使用自动驾驶4个小时端到端，比较合适而且自由啊，好吧。其实我觉得400公里，400公里应该4个小时开不到吧？你像在国内的话，400公里两个城市至少要开6个小时啊，就是你在高速上可能开个4个小时不到，但是你上高速还得开个1个小时吧，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国内除了程序员群体给这些模型花钱外，普通人不可能1个月20刀去订阅这些 AI 服务啊。这个 Manos 的那个首席科学家从高中开始，就做了出海的业务啊。这个我觉得反正国内 to B 都不太挣钱啊，这个而且都特别特别苦。主要还是方便。美国是个没车就寸步难行的地方，哪怕飞机、火车解决了长途运输，
到达后还是要有车，租车短期可以，时间稍久一点，还不如自己开车过去划算。好吧，也算是一个方法，也算是一个论点吧。有些场景暂时还替代不掉啊，不然也不会在重要场合用软盘启动的 Win95 操作系统了。我觉得这些东西呢，都属于是应该被第一性原理淘汰的东西啊，没有什么是淘汰不了的。你像马斯克上来把这个 Twitter 的人裁掉，把 Twitter 的软件整个重写一遍，对吧？为什么那些东西换不了？史山代码嘛，谁不愿意碰嘛，对吧？碰了以后不愿意承担责任嘛。马斯克说：“来，我承担责任 ，Twitter 崩了我不在意，那不就换掉了嘛，对吧？”所以你所谓的这个无法替换的场景，基本上都是这样的。禁止 H200那种是小游戏了啊，这几天要看是否对大国加25%的关税。哎，我觉得别25%关税，还是赶快，美国把这个伊朗的事情搞定吧，不要让他在那儿拖下去啊，拖下去是很无聊的。每天我看有人在那儿做啊，倒计时，倒计时，那每天也没有什么结果。肉身在哪里？在帝都。来了啊！点赞啊！总算赶上14直播啊！欢迎欢迎！我这次14小时的公路旅行之后，得出了一个结论，还是要努力工作挣钱，争取买飞机票。啊，你飞机票难道比开车贵吗？我觉得肯定开车贵啊，飞机票应该便宜吧？你比如说去上海，飞机票可能也就是1000多块。啊，但是我从北京如果开车过去的话，光高速费可能就500-600了，然后再加上中间消耗的时间，还得住1晚上2个晚上了，对吧？这个肯定是这个飞机便宜啊。老美的关税武器对大国没用，已经验证过了。哎呀，这个我觉得怎么说呢？老美还是抓紧赶快，该打就打，该派兵派兵啊，不要耗着。今天市场监管总局宣布开始对携程进行反垄断调查，那调查呗，怎么办呢？它这种2选1的东西挺多的，没法淘汰啊。因为如果要淘汰这些东西，需要重新做整体测试，但是有些测试目前做不了，除非有国会授权啊。这个就是各种锁死啊。这个其实，在航天领域里，这种东西更多。啊，这个有时候我去跟土拨鼠吵架啊，我们俩有时候还吵架，就是这样的。他就认为啊，哪些东西是需要先测试的，啊，不测试就不行，要先设计好测试，然后测试先要通过了一个标准的评审，然后呢才能够去测试一个什么东西。后来我说，那马斯克开始做这东西的时候，你们作为行内人是不是嘲笑他来着？他说是。但是我说马斯克做出来呢，他说马斯克做出来呢，这个东西就是对的，没什么好说的，对吧？马斯克其实开始做航天的时候，也是打破了非常非常多的这种条条框框，对吧？你打不破呢，那就只能是在这个条条框框里头啊，让这些规则越积累越多啊，这个是没办法的。对，塔主来了啊，这个塔主还是很欢迎你啊。14小时传统油车开着确实很辛苦，这是一定的。美的油便宜啊，收费高速少啊。应该比飞机便宜吧？这个但是我印象里美的的飞机好像也挺便宜的，就是美国好像机票有时候也很便宜。如果一家4口旅行，哦，对，这个是对的啊，这个我没想到，因为我经常是走到哪儿都一个人，啊，这个是我没想到的。对，如果是4张机票的话，可能就是要比这个开车要贵了，啊，这个卡尔加厨这个提醒我了，因为我出去一般都是。要么出差啊，就是出去玩，其实经常也是一个人，啊，所以这个还是不太一样。好，继续啊，这个阿里技术大牛说中国不擅长从0到1啊，这一条，有人说啊，说这个光刻机路线可以走通，大家都知道了呀，2纳米制程现在也都知道了呀，燃并卵呢啊，这我记得印象里卡尔加厨写的，其实是这样啊，就是。只要是清楚了，我们就会冲啊，这个没什么好说的。现在中国也是举国之力在这折腾这件事儿嘛，没有折腾出来之前呢，就是没有；折腾出来以后呢，就是有，对吧？就这么简单的一个事情。咱们现在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没有证明啊，没有这个方向，被证明之前呢，中国人就不干，
对吧？方向证明出来以后呢，里头确实会有很多细节，很多的这个知识难点，对吧？你也需要重新去摸索，但是呢，已经被证明出来了，那咱就干啊！咱们现在就在干，干完了以后，你说到底最后干得出来干不出来，那是另外一说，对吧？咱们现在只是把大量的这种东西干出来了而已，啊，没什么别的。这个再往后啊，说想请教哪一个做得更好啊？除了大疆、扫地机这样小方向，哪一个超过老美巨头了？百度超过谷歌了吗？还是腾讯超过美塔了？亦或是阿里超过亚马逊了？字节挺有潜力的啊，这个想超越美塔还是难啊。中国巨头啥都能干，没啥反垄断压力啊。这个中国巨头也是有反垄断压力的啊。中国其实超过美国的地方非常非常多啊，就是在很多细节上，你也不要说就这几个巨头，而且现在美国这个七巨头那真的是不是美国养出来的啊，那玩意儿是全世界养出来的，对吧？中国其实很多的产品出去是会受到很大限制的，包括 TikTok 在美国、在欧洲实际上也是受到很多限制，所以想去超过他们还是有一定难度啊。如果没有那么多限制的话，我觉得是有机会的啊，这块不是说没有机会。中国最大的优势啊，无限电力、无限人才、无限低成本，开源无限市场啊，卷死你！啊，这件事儿是这样，就是电力呢肯定不是无限的啊，但是我们的电肯定是要比美国多，这个没什么好说的。至于到底是美国的2倍还是3倍呢，就要看2026年我们努力了，对吧？现在肯定是2倍多啊，中国发的电出来。而且呢，大量的风电，大量的这个叫做什么呢？这个太阳能电啊，都在这个慢慢的并网进来，而且大量的这个磷酸铁锂电池所做的这些这个波峰波谷之间的这个储能电站啊，也在起作用，而且中国的这个超高压直流输电以及呢这个虚拟电站的这种调度系统呢，其实也在。也是很先进的啊，在这块可能都比美国还要先进很多了，所以并不是无限啊。至于人才呢，更不是无限啊。这个中国的人才一定要注意，人才呢，一方面是教出来的，另外一方面你要有那么多的坑，对吧？咱们现在没有那么多坑，所以呢，只有在坑里边的算人才，不在坑里的可能去送外卖了啊。至于说成本呢，也没有无限低了，就是你真让他干这个活，你真的无限低成本你是干不出来的，对吧？这个。苏联有一段时间是把大量的科学家扔到这个集中营啊，或者是这种监狱里边，让他们去做研究啊。最后二战的时候证明了啊，他们在集中营和监狱里边做出来的这些研究和成果，不是那么好使啊。至于开源无限市场这件事呢，这个比你想象的复杂的多啊。还有啊，说承认现实也是需要勇气的。中国这个实际位置就是边缘啊，这件事怎么说呢？承认现实肯定是需要勇气的，这个我承认啊。至于中国的实际位置这件事呢，我想起来前面看过一个视频吧，就是德国选择党那个党首啊，叫魏德尔，他呢是在中国银行做的博士生论文啊，在那儿做的实习，然后写的博士论文是论中国的养老金制度，然后呢。他是在中国待了很长时间吧，也中文会说，但说的不那么好。有人就问他啊，因为他在德国也在那选嘛，现在可能快成第1大党了啊，就问他说：“你对中国怎么看？”然后他在那乐完了以后，他说：“你知道吗？他说中国是一个非常非常自负、非常的骄傲、特别傲慢的一个国家。”然后人家说：“为什么呀？”他说：“我们没觉得中国是这样的一个国家，或者中华民族是这样的一个地方。”他说：“你知道中国什么意思吗？”而中国的意思就是在大地中间的那个国，对吧？然后所有人就在那乐啊，中国是一个大地中间之国啊，然后其他的都是边边角角，所以我们从来不认为自己的位置是在边缘。还有人说啊，这是文化造成的，不是不过不代表什么。4大发明也是中国人开始的啊，人类的。发展啊，不只需要科学，也需要科技。0到1固然重要，1到100也很重要，啊，没有必要妄自菲薄。既要和更要的思想啊，不必太强烈了。
这件事儿呢是这样啊，这个我并不认为这件事儿是文化造成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制度造成的，对吧？现在在美国做从零到一的很多人其实也是中国人，对吧？或者说叫华人吧。至于四大发明这件事儿呢，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个特别值得炫耀的东西啊，因为中国的四大发明基本上都属于是实用技术，对吧？它并不是这种真正的底层的科学啊，这个距离还是非常非常遥远的。造纸术、活字印刷、火药和指南针啊，我们都是发现了这个东西就把它用起来了，而且很多我们用着用着呢，也没有任何改进，就这么直接用下去啊，也最后真正能够做出很好的火药啊，或者做出很好的这个铅活字印刷，做出这个真正航海能用的指南针的，其实还是西方人，因为他们有一整套的这个底层的数学、辩证、逻辑这些东西啊，他们是很完善的。中国四大发明这个事情，其实还是有挺大差距的。这个至于说1到100是不是也很重要呢？肯定也很重要了，对吧？中国其实自古以来就是世界工厂啊，这个不是到改革开放以后才是啊，这个在明朝，在更早宋朝什么，咱们就都是世界工厂，对吧？咱们就是一个工匠之国，是一个世界工厂。然后在科学家这一件事情上来说呢，稍显欠缺吧。至少以前呢，因为我们是这个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嘛。但是我们读的书呢，必须是圣贤书啊，不能是奇淫技巧这些东西啊。所以我们对于这些工匠，对于这些真正的这种科学呢，这个做了很多污名化的东西。其实中国自古以来是没有什么科学的，咱们只有算术，没有数学，对吧？咱们只讲鸡兔同笼，咱们只讲勾股定理，咱们没有什么几何，没有什么代数啊，这个东西都是没有的啊。所以这个还是要认清自己啊，要承认这件事情。还有啊，说这个我觉得 DeepSeek 可以做到世界最好啊，很多原创的东西。这件事儿呢是这样，DeepSeek 呢，你说它有没有原创呢？肯定有啊，但是呢，是不是能做到世界最好呢？我是不太确认的啊，因为他们其实花了太多的精力去研究怎么去省成本了，对吧？如果把这些精力呢放到这个一些达到更高指标或者达到更大规模的这样的事情上来说的话，可能他们会做出不一样的东西来啊，不是说我们就坐在这儿研究一下可以少刷几遍油漆的事情啊。DeepSeek 就在研究我在达到同样的成本效果，或者说我这个效果虽然稍微差一点，但是让你看不出来，我怎么能够更省钱？就是他们花了太多的精力去研究这件事儿了啊，这个其实稍微有一点点浪费。这个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啊？我是第一喜欢老范啊，范老师开播的啊。这个晚上好啊，你好你好。中国的算力已经落后美国一个量级了啊，是这样的，咱们可能是2个量级，不是1个量级，就真的差很远。年轻的时候从悉尼开到墨尔本和布里斯班啊，10多个小时，跟玩似的啊。现在上点岁数，开2、3个小时就要停下来歇好久。哎，其实我觉得也不赶什么时间歇呗，怕什么？这次公路旅行是在年末美国春运高峰期，机票平时300，立即涨价到900啊，一车5个人加1只猫，所以开车的成本是坐飞机的1/5啊，这样的，挺好挺好。我觉得在美国开车还是挺舒服的一件事啊，因为我是，开过就是旧金山到洛杉矶啊，然后还开回来过。那个真的是一望无际的原野啊，丘陵算是有点小丘陵吧，然后再加上海边的公路去这个17英里啊，70 miles 这种高尔夫球俱乐部，然后风景也是非常非常好啊，在那一路上开车还是挺享受的，即使没有 FSD，我觉得也是很享受的啊。来了点赞啊，欢迎。
我最近周末喜欢开车去海边逛，单程1小时、2小时，甚至3小时。现在的自动驾驶让开车休闲不少。是的啊，这个在高速上开车肯定都是可以的。像我现在，因为我的车肯定上高速是都可以这个自动的，但是其他地方不行，还是要上手。这个 3D 打印机拓足70%的市场份额了啊！这个 3D 打印机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买的欲望啊。我打算自己开的啊，这个结果出发50分钟之后就被车里全体成员轰下了驾驶座，大家觉得太惊悚啊！最后是孩子他爸来了全程啊，车是有辅助驾驶的，好吧？看来女司机都是这样的呀。这个原来有好多这种漫画或者是这种短视频都是在嘲笑嘛，说如果爸爸开车就是全家人睡觉，如果妈妈开车就是所有人系好安全带，然后抓住这个把手，然后全身紧张。看来你这个开车水平也是类似啊。塔主开车居然这么菜鸟，这个是我还以为长途驾驶不太容易惊悚驾驶呢。这个你对于4大发明的见解很透彻，好吧？大国其实没有勾股定理，只有勾3股4玄武啊，这个应该是不是勾3玄4勾3股4玄武啊？是这样的，就是你说它是个这个定理是不对的啊，只有勾3股4玄武。因为它没有这种可以进行推广和泛化的能力啊，除了3、4、5之外，它没有任何其他的这个可以去使用的地方，也没有什么三角，什么都没有。这个不要胡说八道啊！孩儿他爸上了驾驶座之后，连猫都睡着了。你这个太惊悚了吧？你这个你上车，难道连你们家猫都不敢睡了吗？在鼓浪屿有一片墓地啊，会看到上面写着中国几何引进第1人啊，奠基人中国逻辑学奠基人。看来以前是承认我们没有科学逻辑几何学等等的啊，是这样的。川普透露啊，苹果入股英伟达。我36左右买入啊，英特尔啊，入股英特尔。我36左右买入英特尔，然后37、39、40、41、43都买了英特尔啊，我看要到6、7、10以上了。那苹果入股英特尔，难道苹果下一代的电脑能用英特尔的芯片吗？这个我觉得不太会吧。它折腾了这么多 M 系列，现在已经到 M5了嘛，我现在等着 M5 Pro 出来，看看是不是犹豫去换笔记本了。苹果不会吧？入股英特尔了。而且英特尔其实说了半天，它并没有出什么新东西嘛，就是折腾了半天到现在，英特尔出什么有趣的东西了吗？没有啊。主要是路不熟啊，不停的错过高速出口入口啊。这个我在美国开车也是这样的。经验法没有总结成规则，是的，就是这个就没法整了。开高速好办啊，本来就有巡航功能，主要是开乡村那种，一来一去的道路啊，车速不低，人驾需要比较专注，自动驾驶还可以看看牛群谷仓，可以拍照啊，好吧，这个拍照这件事儿，你是随时可以跟汽车说，来，汽车给我拍张照啊。我也是36买的英特尔啊，坐等翻倍啊！你们这个都是很强。土拨鼠刚才也直播了啊，刚才发文说以色列总理坐飞机离开，去了别的国家，说有可能马上对神棍发动军事打击了啊！因为我看今天推特上都在讲说，这个伊朗事情就在今天啊，而且是以色列军方在发推在讲这个事情，所以我是希望他赶快把这事儿搞定完事儿了。刚买了 M4 Pro 啊，我是等 M5 Pro 呢，但是这个还要看吧，是不是这个好像是今年1季度还是2季度，1季度应该会出版 M5 Pro 的这个
MacBook Pro 啊，这个我再等一等。英特尔出了2纳米的芯片，哎，出了吗？现在应该还没有发布吧？没看到啊，就是没有产品出来吧？因为现在英特尔的芯片，你比如说你在这个机房里头，就是在云计算中心里头，其实大家主要需要的是那个什么嘛，主要需要的是这个 GPU 嘛。然后呢，你做这种2纳米的服务器芯片出来，其实意义没有那么大，对吧？现在他们在这个云计算中心里都是直接用 ARM 的芯片去做这个 CPU， 所以它对于这一块的要求应该是不高的。那么 PC 这一块的话，还是要等这个，一般你比如说英特尔现在出的话，要到明年 CES 上大家才会把装了英特尔 CPU 的笔记本啊或者是什么这样的东西才拿出来。啊，我觉得真正英特尔要能翻身的话，还是要看看苹果愿不愿意幡然悔悟啊。如果苹果幡然悔悟了，那英特尔确实是能够翻身。川普喜欢周末加班开战行动，好吧？这周末那等周末吧，这应该周五啊，对吧？穆斯林是每周五做礼拜的，不是周日啊。我自己做了个 APP 失物招领啊，把丢下来的手套等等配对啊，这个 AI 来完成啊，好用。这个我说这是个最温暖的 APP 啊，挺好的。好，最后几条啊，这个合川暗珠事件，有人说了啊，这不是和淄博烧烤、天水麻辣烫、东北小土豆类似的地方饮食营销案例吗？这个只能说类似的营销效果越来越差了。你不提，不少人压根儿不知道啊。这个还不太一样，它呢是一个自发出来的。至于其他这几个呢，淄博烧烤和这个天水麻辣烫，我还真不知道啊。东北小土豆这个呢，这后边这几个应该是这个营销案例啊，这个确实是营销案例，但是这个叫什么呢？至少目前为止吧，合川暗珠事件还不算是一个营销案例。但是可能发展会变成营销案例吧。就是我讲的呢叫互联网新梗啊，这个梗是怎么出来的，然后为什么传播了啊？我讲的是这种东西，对吧？而我的感受是什么呢？就是中国人对于年的追求被压抑太久了啊，所以有这样的一次事件就很容易传播，对吧？你包括我去讲斩杀线什么都是这样，我会讲说这个东西为什么会传播，而我从来不会讲说这东西对不对，对吧？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每个人的角度不一样啊，还有说这个当热闹散去，满地狼藉，却需要年迈母亲独自进行收拾和清理。方圆1公里范围内到处都是一次性碗筷啊、塑料袋和这个食物残渣，呆呆家的院子里头堆满了各种垃圾，看着让人感到崩溃啊。这个事儿呢，总会有类似这样的情况发生，就是它又会有不和谐声音吧。就我在上头也讲了，这个里头是有一些不和谐声音的。但是呢，就折腾一次呗。如果你一开始说，哎，我害怕这些不和谐声音，我不办了，那不就是本末倒置了吗？因噎废食了嘛，对吧？那么事情做完了，对吧？那么也算是一种体验啊。那么这其实不是什么特别大的问题啊，过了就过了。最后呢，说啊，这个有人说拿来转移热度的啊，原来是有一个负面的大影响力的事件，就拉一个明星新闻出来报一下。现在可能是拿来压河南新蔡的这个小学生异常死亡事件的啊，这河南新蔡这个事儿呢，具体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啊。现在因为在国内，你只要敢发这个东西，马上东西就没了，所以河南新蔡到底发生了什么不知道啊，这个就不讲这事儿了。这个我并不认为什么事儿都有阴谋论啊。如果你每一次都要找个事情来阴谋论解释一下的话，这个世界就变得太简单了啊，没什么意思了啊。所以不要用阴谋论去解释每一件事情。去看土拨鼠了啊，没问题。这个 CES 2026啊，这个英特尔芯片已经量产，可以下单了。谁下单了呢？就是它这个芯片是要装在哪儿了啊？回头我去研究一下吧。就是我也不问你了，再回头我去看看。但是呢，他没有给我任何这个要去购买的欲望而已。老黄宣布投资英特尔时啊，我立马32刀一股冲了一下。
好吧，结果过了1周啊，就降到29，立马清仓了。不过还好，亏的是另一个什么股抹平了啊，好吧，这个坚持啊，勾3股4选5，最多算命题啊，这个在形式逻辑中啊，定理至少要有一个变量。是的，它这个没有任何变量。现在台积电有点担心英特尔了啊，只要在美国多建啊，又要在美国多建5个芯片厂，那建吧，对吧？挺好的。你好啊，你既然是科技博主，为什么没选这个特斯拉 Model 车呢？啊，这个原来讲过这个问题啊，就不再重复了。中国民俗有很多好玩的啊，都是被禁止了。很多这种活动，例如放鞭炮，其实反对的不是这个事儿。很多人反对乱放鞭炮造成扰民消防安全，其实是公共管理的问题啊。但是懒政就一刀切了，是这样的，因为怎么说呢，这个被禁止的人没有任何反对的权利啊，他就可以一刀切，那没什么办法。自动驾驶拍风景还是有法律风险的，只要手机脱离固定的支架啊，法律上就构成分心驾驶，抓到了就是一张很贵的罚单啊，如果出了事故，大概率会禁驾几个月，如果有人员伤亡是要吃牢饭的啊，这个每家对于分心驾驶罚的都挺重的。啊，像特斯拉，比如说它这种 FSD 完全自动驾驶了以后，你还是不能分心驾驶吗？这个是这样的吗？古希腊为什么那么牛逼啊？智力上的飞跃啊，这个我倒并不是觉得视力上怎么样，还是这种我觉得还是底层哲学吧。我目前正在2.5倍速播放，争取追赶上直播。你已经快追不上了啊，我这快要结束了。这个古希腊领先东方大国文明差不多1000年啊，古希腊其实没有，古希腊呢跟咱们差不多是同时开始的，就是4大文明古国啊，人家在国外呢讲的叫5大文明发源地，咱们呢讲的4大文明古国，其实少一个，少的就是古希腊，对吧？这个5大文明发源地呢，一个是两河流域啊，他们是叫做是叫什么平原我忘了啊，就是它反正两河的流域是一个，它那个最早但是公元前5000年还是4000年就开始了，然后呢是埃及啊，埃及大概是公元前4000年吧，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时间啊，然后是印度啊，印度其实也比咱们早，但是印度呢，因为可能是雨季啊还是什么其他的原因，就是印度从来没有形成过大帝国啊。再往后呢，就是公元前2000年啊，公元前2000年就是中国跟希腊是同时开始发源的。但是为什么4大文明古国就把希腊干掉了呢？就是咱们其实4大文明古国是梁启超还是谁去编出来的一个概念吧？有人去解释是因为，这个4个呢，就是中国啊，这个两河流域，然后加上这个埃及和印度呢，都属于大陆文明啊，就是农耕文明。而这个希腊呢是一个海洋文明，而最后呢，这个真正发展起来的其实是希腊文明啊，就是现在这个甭管是英美啊还是这些国家呢，都是希腊文明的这个继承者，对吧？所以在这个清朝末年被欧洲人打得很惨的情况下，他就在人家这个5大文明发源地的基础上把这个希腊给干掉了啊，大概是这么个故事。比勾股定理更恐怖的是圆周率啊，大国那种祖冲之这个思维永远搞不明白派啊，这个我也是同意的。国内现在 A 股每天成交量差不多要稳定在4万亿了啊，没有啊，今天不是政府出来砸盘了吗？啊，砸完了以后就开始往下掉啊。我每次问 AI 美国股市每天总成交量都不回答我具体数字啊，这就不了解了。这个美索不达米亚，对，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啊，应该是这么讲。前段时间听了一个说法，说是地中海是人类文明的主线，大为震惊。
想想还真是这么回事，很多事情本来是知道的，但是没有人点破，就不会往那里去想。就是我们其实有时候故意通过语言让你去忘记这件事儿。印度、日本、埃及、希腊，日本跟日本有什么关系？之前推划分之前推划区分时段放鞭炮，现在没坚持下来，一句警力不足就荒废了。对，他永远是自己怎么管着方便怎么来呗。YouTube 上传长达140年的视频怎么看？啊，我还没看到这事儿啊，谁干了这么事儿？电影技术在19世纪末才出现，21世纪视频网站才能够保存影像啊，这个不了解。中国文明啊，这个也算吧，这个还是算吧，中华文明吧。我现在回国啊，目前在攀枝花米易县，这个目前每天体感温度26度啊，有这么热吗？攀枝花和墨尔本一样了啊，这个我就不了解了。X 上有一条推特神秘账号在这个 YouTube 上上传了一段长达140年的视频啊，这个其实并不难搞，这个我也能搞。地中海周围有两河流域古文明和古埃及文明，古希腊、罗马啊，当然是人类文明的主线，而最后其实流传下来的基本上其实是希腊文明啊。虽然大家在信伊斯兰教和这个犹太教、这个天主教、东正教、基督教这些东西是从这个两河流域出来的啊，从美索不达米亚那个地方发源出来的，但是这个真正的文明其实是从希腊罗马这儿来的啊。FSD 还是 Beta 啊，全称叫这个是全自动驾驶嘛？对，不排除不解除这个驾驶员责任的，好吧？我喜欢老高小莫讲希腊故事啊，外星人之类的啊，也挺开心的。古希腊、古罗马结束后，中世纪黑暗了1000年，才是大航海文艺复兴。但是它就复兴了呀，咱到现在还没有经历过这个复兴吧？周末开战不影响股市，好吧，这也算是一招啊。2.5倍速听下来需要等很久啊，直接切换到直播了，好吧？最近国内很多人都爱用元宝啊，给我总结了一下这个视频的主要要点。这个提示词啊，用来总结长视频，尤其是知识博主对话节目，元宝回答还无法删除啊，就明晃晃的放在视频下面。这样的话，这类视频完播率就会堪忧啊。这个还好吧？我现在很多这种特别长的视频都是用 Notebook LM 啊，那个东西真好使。现代大陆法源于古罗马，是的。好啊，那么我们的读评差不多到这里了啊，然后，明天的节目已经上传了，礼拜五早晨不一定啊，明天我准备出去晃荡晃荡，所以礼拜五不一定有节目，然后礼拜天呢，我准备跟徐凯去天津看航母啊，听徐凯去给我讲航母故事啊，所以礼拜一不一定有节目啊，这个跟大家去讲一讲，但是礼拜五应该还是会有直播的。好，那么差不多咱们今天就到这里。我看还有人在说什么啊？这个就是没有完全否定中世纪这个欧洲才复兴，原因很简单，谣言不能复兴任何东西。是的，你还是要承认啊，没有，如果哪段历史说是不可讨论了，这事儿就永远复兴不了。即使中世纪黑暗盖教堂是。还是用汞啊，大国不黑暗的时候还是用大梁啊，这个是有很大区别的，这个我能理解。去年过元旦孟加拉、斯里兰卡，今年不是在国内吗？四大文明古国是一个中国特有的概念，人类历史上最接近的概念是新石器时代六大大型聚落啊，这个学界认为中小聚落也属于文明范畴，100-200个。还是能找得出来的啊，是的，这个四大文明古国好像我忘了，可能就是梁启超那时候搞的。
古埃及文明是人类最早的文明国家啊，美索不达米亚是人类最早的城邦文明啊，是可以这么讲。好啊，咱们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我们这个就不再去跟大家讲了啊，再见。